大家好，我是戴维我是一个稍微会注意一点穿搭的直男，对，只是稍微就够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竞争最不激烈的一条赛道，就但凡你努力那么一点点，你就可以超过大部分人。在我老家广东佛山，只要我出门不穿拖鞋，我爸就问我是不是要去喝喜酒。男生确实很懒得去买衣服啊，就是现在商家为了推销男装，他们已经疯了。你想想看，我们全中国最有名、最成功的一句男装广告语，居然是1年逛2次某兰之家。它最大的卖点都不是好看，是你可以少来。你就感觉这个广告打得太卑微了。就可能他们销售总监跟 CEO 说，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要让顾客来2次。我 CEO 听了不敢相信，不是吧？这会不会有点太激进了？1年居然买2次衣服，哪有这种败家爷们？就因为男生被人夸衣品好，好像就是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啊。确实，如果有观众评价我说虽然这个戴维一点都不好笑，但是他把衬衫的一边塞到裤子里，这个小细节，哇，真的太时尚了。这么夸我也不会开心，而且这种穿法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哈？上厕所结束得太匆忙。我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不注意穿搭，是因为对自己有点盲目自信。他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只是懒得弄，我要是弄了，那还得了？而这种人一旦打扮起来非常浮夸，穿个 polo 衫会把衣领竖起来那种，我真的太讨厌别人把衣领竖起来了，太嚣张了，以为自己很帅气，其实性缩力拉满。因为小猫小狗刚刚做完绝育也是这个样子的。赶紧弄下来。我还很看不惯有的男生，他们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搭配都会穿那种很夸张的篮球鞋。我见过有新郎结婚的时候西装配篮球鞋，是不是有点过于随时准备弹跳了？你是要自己亲手去抢那个手捧花是吗？那真是盖了帽了。就是男生在穿搭上的消费，很多时候就集中在球鞋或者手表、手串这种东西上面，很奇怪，只打扮视之末端，那头跟躯干直接放弃，这就相当于你家装修只装飘窗。你让客人怎么说虽然你这个3室1厅是个毛坯，但你这个欧式古典宫廷巴洛克风格的飘窗还挺有氛围感的。我是怀疑大部分男生他们是有一个内部的这种共同策略的，就大家一起约好不搞穿搭，谁敢打扮就嘲笑他。哎呦，兄弟，你好香哦！必须大家一起丑，就逼着女生没有办法以貌取人。择偶的时候只能去看一些别的东西，那只要他有上进心，那也挺好的。不得不说，兄弟们这个策略真的太成功了。你看现在大家对男生外形的要求真的好低，一般就说干净清爽就好，这是对一包湿纸巾的要求。我们这个策略成功到都已经违反自然规律了。你知道在大自然，绝大部分雄性动物都必须要靠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来吸引雌性的。不会有一只母狮子喜欢一只公狮子，是说我就是喜欢它情绪稳定，想谈，没有，全部都是看外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雀嘛，就即使在如此残酷、随时会死、弱肉强食的大自然雌孔雀择偶的第一标准还是好看，而公孔雀就把男性衣品好的这个重要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只要开屏开得好，就可以找到老婆。他们求偶就特别简单，都不用展示生存能力，只要展示 OOTD， 就在那里屁股一翘，
嫁给我。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她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了。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他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他。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啊，会限制到她，因为总会有人告诉她。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啊，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啊，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看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他看《冰雪奇缘》呢，这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他很喜欢啊，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
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啊，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啊，做饭不要切到手啊。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要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宇。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前两天我又发了一条，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佳佳您回复，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确实比赛比不明白，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说实话，我今年过年，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双开门牙。我就发现，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增加了很多幽默感，变得十分滑稽。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更像是个父亲。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到老嘴巴漏风了，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别人抽烟都是散客，他就属于卡座。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我爸，你骗谁呢？你在干嘛呀？你在做数据。你这哪是测血糖啊？你纯测胰岛素呢。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他也没吃啥好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跟县太爷似的，升糖。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他不仅自己吃，
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对吧？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别给狗也整出病来。我爸说：“哎，不要乱讲，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不是吃出来的。而且人的病，狗怎么会得呢？”今年2月，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给我气坏了。我爸，你得选一个吧，要么是你喂出来的，要么是你遗传的。哎，你考虑到遗传，很绝望，我以后肯定也会得。过几年别人问我爸，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我爸说，我和犬子。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现在没有糖尿病。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但我没有糖尿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这儿你别说，真神奇，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我有点害怕体检，我很久没去体检了。我上次去体检，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但就导致个问题在于，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他们就劝我去体检。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这么大年纪了，跟我玩反弹。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怎么办？家里挂面谁吃啊？狗都不能吃啊。但我说这么多啊，我不是在指责我爸，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我一直很佩服我爸。我今年28岁了，我爸28岁那年，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A.K.A. 胖子本人。他开局很艰难，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我爷爷是不答应的。我也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两个人就天天吵架，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咬紧牙关没有答应。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挖了个坑，跟他说：“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也有人在劝我爷爷，但我爷爷不语，只是一味的挖地。这不是一般的挖地，这是道德的挖地。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头上，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最后他赢了。2年后他可以外出打工，临走前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当年的栽培。”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他结了婚，有了2个小孩，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一个经济发达、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这是后话了。我觉得我不如我爸，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如果我遇到这样打击，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家人们，这个世界谁懂啊？恶毒的爸，不停的挖，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但我爸什么都没做，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可能是因为我爸淋过土吧。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体检报告出来之后，确实吓了我一跳，
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一半多。哇，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子要先带了。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我爸爸一向沉默，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要照顾好身体啊，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那一刻，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是爸爸的微风。大家好，我是轮子爸爸。大家好，我是杨蒙。谢谢，真的谢谢你们，而且你们真的辛苦了。我洞房都没闹这么晚。我说前2天刚办完婚礼，那个婚礼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杨温结婚，大半个脱口秀圈都没来，就不是我人缘不好，就是现在圈子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把程璐和建国请过去了。你知道现在这两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我把双方各自的总编剧叫到草原上喝酒唱歌，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和亲大使，但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个称号，因为我那个草原婚礼我自己设计的，我就骑马入场，我觉得特别帅，结果到他们嘴里说蒙恩出塞。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深圳三角洲喜剧的戴维，哈 ，Hello， 嗨。实不相瞒啊，我有一个6岁的女儿。谢谢啊！我一直都很担心自己不是一个靠谱的爸爸。我现在每天晚上9点钟准时要哄她睡觉，然后为了让她尽快入睡呢，就所有灯要关掉，我也不能玩手机，我就在黑暗当中跟她2个人并排躺在床上。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谁会先睡着？所以一般都是我女儿帮我盖好被子，还亲一下我的额头，出去客厅倒一杯红酒，抱着我老婆啊，终于把她哄睡啦。然后她睡觉之前还要给她讲故事。那现在其实你给小孩子讲的也都还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经典故事，但我现在回头去看，整个感受会很不一样。就比如说田螺姑娘这个故事，我小时候看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单身汉的身上，那就是在看历史上最早的爽文，那个标题都应该是极品神仙老婆给我当保姆。但我现在看，我会把自己带入到田螺姑娘她爸的身上。整个故事一下子变得很恐怖了啊！今日说法，我得一边给我女儿讲，一边给她普法。田螺姑娘在路边被人捡走了，带回了家。宝宝，这是绑架啊！单身汉把田螺姑娘的壳藏起来，田螺姑娘回不了家，只能嫁给他。这是非法拘禁加强迫婚姻罪。而且那个壳是田螺姑娘她的婚前房产，是她爸妈2个老田螺，辛辛苦苦一辈子给他攒了首付，现在被人给抢了。你以后一定要签好婚前协议哦。就现在看很多老故事都很有问题啊。白雪公主里面的魔镜制造容貌焦虑，灰姑娘假装上流社会混圈子，想阶层跃迁，都不太对。但有的故事还是可以的，就据我自己观察呢，那个结局越悲惨的故事，他讲的道理就越正确。我现在最喜欢的故事是《海的女儿》。小美人鱼为了王子啊，放弃嗓音，放弃故乡大海，想跟王子在一起，但是王子娶了别人，他就变成泡沫消失掉了。多好的故事！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我也不确定我这样算不算是个好爸爸，而且我好像没有办法对我女儿做到那种完全无私的爱，就还是要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她得识好歹。前段时间她过生日，我特意挑了个蛋糕给她，她一边吃一边嫌弃，怎么不是艾莎公主蛋糕？奶油也不好吃，然后把那个蛋糕扒烂了，只把里面芒果挑出来吃掉，搞得一片狼藉。
就但凡他跟我说一句谢谢爸爸，我都会没关系，命给你。但现在他是不遗余力挑战我容忍的极限，我真想一个芒果塞他嘴里了。我就心想，我为什么要给你买蛋糕啊？你知不知道你能活过这一年，完全是因为我啊，你妈、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6个人轮流给你喂饭、带你看病、给你吃药，你所做的就只有扒窗户、玩煤气炉、书柜攀岩、吃地上捡到的所有东西、坐车的时候拉车门和把手指插到插座里面。你有为自己活下去经过一丁点努力吗？你没有，你每天作死，你连吃饭这种最基本维持生命体征的事情都是我求着你做。你能长大1岁，全部功劳都是我们6个人的。你不配吃这个蛋糕，你应该看着我们6个人吃这个蛋糕。我自己在那里越想越生气。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把别人头摁到蛋糕里面去了。祝你生日快乐啊！快给我长大好吗？还是提醒大家，这个动作很危险啊！家里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我的想象，好吗？啊，谢谢大家，我是戴维。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啊，大家好，大家好。很巧啊，我家也有宝宝碗啊，我也是个爹。对，我女儿现在6岁，我现在不上班。我就养不起他，但是我上班我就没时间养他，这是我最大的困扰。我也想过，要不就当全职爸爸吧，但又怕自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位因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这句话确实还挺有道理的我上次带我女儿出去玩荡秋千，那有一对父女也在旁边玩，那个小女孩穿个裙子啊，坐在秋千上面特别文静，然后她说。爸爸帮我推一下，非常错误的决定。你们见过有人把小孩当标枪扔的吗？他爸真的一个跳步，走你！然后也不管他女儿吓得有多害怕，在那里好玩吗？好不好玩？我感觉爸爸是在问自己。我忍不住偷瞄了他一眼，我发现他也在瞄我，我一下就懂。这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哇，你看他表情很明显要挑衅我，你好好学学，看我怎么推出了个大回环。太幼稚了，太幼稚了。所以我跟我女儿说，你抓稳啦。但我还没发力，他女儿就飞出去了。还有是沙地没有受伤。不过他爸不但没有去安慰他，还一直责怪他。我叫你抓紧，为什么不抓紧？很明显，他心虚了。因为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他们都很喜欢通过责怪小孩来为自己开脱。不过这个爸爸他虽然嘴硬啊，他最后还是露怯了。他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听过的话：不要告诉你妈妈。所以我家人确实也不是很相信我带小孩的技术啦，就会让我心理压力很大啊，总怕自己会背锅嘛。上次我爸带我女儿出去玩，女儿摔破下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心疼她，我心想，我去还好不是我。所以现在我自己带我女儿，我真的特别小心。她在我旁边就吃颗糖果，我都保持警惕，我就怕她噎到，我随时准备给她海姆立克急救法，就绝对不能让你妈看到不过这么小心也不仅仅是因为怕我家人骂我了，我最主要还是担心我女儿。我担心她长大以后给我推轮椅的时候，我也会问我。好玩吗？抓稳了下坡大回环。真的想想都怕，得对她好一点嘛。所以我一直都给我女儿喝爱他美卓奥，它是品牌旗下销量冠军，实证成分5天看到99%黄金效果，就算飞进沙坑也能有先锋自护力。喝爱他美，不靠谱爸爸也能做的靠谱选择，这个绝对要让你妈看到。金主爸爸必须要鼓一下掌，其实还是想多陪陪我女儿啦。有时候会跟她一起玩玩具。我女儿她有一个这种儿童版的大冒险，就有一个转盘啊，转到什么你就做什么。有一次跟她玩输了，我一转到一个亲一下爸爸，我就说好，来吧，亲我一下吧。她说不对，是你输了，是你去亲一下你爸爸。我不知道你们跟自己爸爸是什么情况啊。
我跟我爸虽然认识35年，但我们关系还没到那一步。我想蒙混过关，我说不是啊，这是你的游戏啊，应该你亲我。但小孩他对于这种规则特别较真，特别固执，说不是就是你输啊，你去亲你爸，快去啊，就跟我吵起来。我爸全程在旁边一言不发，假装听不到，我在那里玩手机，感觉他也很害怕。没办法，我不能在我女儿面前当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我就硬着头皮走过去。我爸也很僵硬，我俩硬碰硬，我就亲了一下他额头，我嘴唇都不敢撅起来，我就这样，他就碰了一下。那设计这个游戏的人肯定觉得是个很温馨的场景啊，他完全没想到是在挑战5000年中华文明父子关系的禁忌。我也没想到啊，明明父慈子孝啊，怎么搞得偷感这么重？那亲完以后，我女儿就满意了，说好，我们继续玩。我爸说，我先下楼买个菜，你们自己玩吧，今晚我就不回来了。其实这件事让我挺有感触的，就我小时候是有亲我爸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亲爸爸就变成了一个大冒险。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希望就可以平衡好上班跟养我女儿，给她足够多的陪伴。就对于我女儿来说，亲爸爸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大冒险。好，谢谢大家，我是戴维。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戴维。谢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就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我接下来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大家集中注意力，好吧？我爷爷他离婚以后，带着他的小孩，娶了同样是离婚以后带着小孩的我奶奶，就是带着小孩的重组家庭。我爷爷其中一个儿子，和我奶奶其中一个女儿，后来是我爸妈。别担心，合法的，领了证。对，我爸妈是异父异母的兄妹，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哥哥跟妹妹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看那些狗血偶像剧，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非常现实主义题材，这真的会让我有点混乱。我从小就搞不太懂那些正规的亲属关系，我是直到上初中，我才勉强分清楚爷爷跟外公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我家是同一个人啊，那我同学告诉我说，他爷爷是他爸爸的爸爸，他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我说啊，你们家好乱啊！我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记不住姑父跟姨父、表姐跟堂姐到底有什么不同。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我整个家庭关系被极大的简化了。所以后来学英语学到 grandma、grandpa、uncle、cousin 的时候，那别的同学是很奇怪，老外怎么这么不讲究？只有我，既亲切又有点忐忑。我心想，我该不会是美国人吧？难道我老家佛山是佛罗里达的一座山？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家这个配置其实优势非常大。我们家庭关系就很融洽，因为是这样。首先，你想，最让人头疼这个婆媳矛盾，直接就没了。我妈的婆婆就是她亲妈，他俩才是一伙的，相当于微信可以转支付宝了。猫给耗子搓上澡了，马斯克坐着比亚迪跑了。我一个老广用上东北小品的喜剧技巧了，很和谐。然后我妈结婚以后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她属于是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的水，确实很方便。登记领证也只需要带一个户口本，工作人员就问了，女方户口本呢？我妈说往后翻。我爸妈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动用夫妻吵架的绝招，回娘家，没听说过。也幸亏他们感情好，要不然他俩要是离婚的话，那也太尴尬了吧。我妈真得管我爸叫前夫哥。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会很蠢。我怎么跟他说？我没有你这个爸爸，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舅舅。
正月就去剪头。确实好处非常多，还有像什么过年回家都不用争回谁家的，根本说不完。我爸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他婚姻的经验，他说：“我跟你妈这一路走来，真的好省事。可能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省事。这家庭关系太好，以至于我看到别人家族微信群的名字，我都有点想笑。我说就凭你们，也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顶多客客气气两家人。就一般家庭里面最难处理各种问题，在我家都不存在。我们家结构性不矛盾。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亲妈最好是婆婆。当然你们也不可能模仿，对吧？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婆婆妈妈了，就祝大家家庭幸福吧。谢谢大家，我是戴伟。嗨，大家好，我是戴伟。哇，又录到深夜了啊！你们困吗？一看就经常熬夜。这个世界很多人熬夜，我懂你们。嘉宾熬夜有通告费，选手熬夜为了比赛，那只有你们熬夜，那是真热爱啊！我自己就经常熬夜，因为又要当演员，又要经营俱乐部，这特别忙。有时候凌晨2点还在回消息。每到这种时候，我就会想起《灰姑娘》里面那个一到12点就会变回南瓜的南瓜车。嘿，他居然赶在客户还没完事的时候准时下班。你这放到现实，这个南瓜只会丢掉他网约车司机的工作，然后改行送外卖。没有南瓜车那么硬气，所以我只能等到所有烦我的人都睡了以后，才有那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就会玩到3、4点。我当然知道早睡很健康，但是不开心；熬夜很开心，但是不健康，很矛盾。我到底是应该身强力壮的抑郁，还是活泼开朗的猝死？我感觉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快要上路了。每天熬到3、4点，现在作息非常的规律。有时候2点困了，我都劝自己，怎么这个点就不行了？再坚持一下，床头柜刻一个碗字。累，但是舍不得睡，即使很困，也坚持醒着休息。每天都休息得很累，休息得我好想休息。打个游戏，想着赢一把就睡。凌晨4点玩吃鸡，匹配到的全都是想赢一把就睡的人，也太激烈了，100个人抢一个睡觉名额。还没吃上鸡，鸡都开始打鸣了。看个电视剧吧，这一集不够精彩，不过瘾，得再看一集。这一集很精彩，等不了了，更得再看一集。连续剧不就得连续看？好不容易看完35集的《长安荔枝》，终于上床了。短视频又来找我了。我现在不是刷完一个视频然后去睡。我是在刷一个视频过程当中睡着了2、3次，我才会睡。我都不是睡过去的，我是晕过去的。刷到美一谈判，特朗普不同意，但是我点头了。就是狠不下心睡觉，睡觉就意味着你要亲手结束今天的快乐，开始明天的痛苦。我很清楚，只要我一闭眼再睁眼，手机上又多出来一堆新的工作消息，想想都焦虑，很影响熬夜的体验。后来想通了，不焦虑了。我现在把今天和明天分开来看，明天还有好多活，那是明天的我要担心的问题，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明天早上8点飞机，管他呢，又不是我赶。明天的我少睡一点没关系的，他比今天的我又更老了一点。老人嘛，就是觉少。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哲学。今天的我享今天的福，明天的我吃明天的苦。我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会提前把作业做完，就可以玩一整个暑假。
但是现在我提前把工作做完，我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那没有尽头。还买什么走步机？人生就是一台走步机。成年人是没有暑假的，我的暑假就1点到3点，没有 gap year， 只能 gap 1夜。你知道弗洛伊德把人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我现在把我分成左我、今我和明我。昨天的我没有完成任务，今天的我指望明天的我。明天的我说人呐、还是要靠后天努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77，咱们今天聊聊恋爱吧。我其实以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我母胎单身27年了，但就在今年谈上了。在这里，我首先要为我以前骂过的所有恋爱脑道歉。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爱情真的好容易让人疯狂啊！我以前不知道，我刚开始跟我对象接触的时候，就有一点患得患失嘛，心里就很慌张。网上的情感大师教我：你搞1个，你慌张；你搞3个，你还有时间慌张吗？我就开始实操，没成功啊，没成功啊！我是搞纯爱的那一种。当时我对象给我发信息说他中午吃了麻辣烫，我想天哪！我也爱吃麻辣烫，真是天生一对呀。然后有个别的男的跟我炫耀说他去吃了帝王蟹，我说帝王蟹能放麻辣烫里吗？我给他回我说你别没话找话，转头呢开始绞尽脑汁跟我对象找话题。我说我今天听说有个男的去吃了帝王蟹，我对象给我回你别没话找话，我想天哪。他跟我回的一样，真是天生一对呀。我确认关系之后，整个人变得更颠了。就是我以前闺蜜谈恋爱的时候，她会把她的手机壁纸换成她对象的照片嘛。我当时完全不懂，我说你就没有自己的照片吗？直到前2天，我闺蜜看见我输手机密码的时候，她说哟，你就没有自己的生日吗？当然了，我也没有自己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天天都想看到他。我还把他设置成了聊天背景、电脑桌面，甚至想在地铁站给他包一块大屏，上面就放他的照片，旁边5个字：77的真爱。有人路过都要好奇吗？77是哪个品牌呀？怎么找个素人代言呢？这个我都觉得还不够我看的。我想把他的照片铺满全世界，我想让宇航员从外太空看地球，只能看到长城和我的爱人。而且我以前什么都不懂，我只觉得我闺蜜很矫情。比如说，她会因为她男朋友没有去机场接她而生气。我当时不理解，我说有什么好接的？她是有车吗？电瓶车不让进机场吧？我闺蜜说你不懂，她不来接就是不够爱。我说你要这么说，网约车司机最爱你了。我说你要理解嘛，每个人毕竟都有他自己的事情嘛。我谈恋爱之后，他能有什么事情？他必须来接我，我不让他来，他也非得来。他必须想马上见到我，1刻都等不了。在出口等我已经不够了，他得直接开着摆渡车来接我。这样都不够显得他着急的，最好是飞机一落地，他就啪贴到那个窗户上，眼睛盯着我跟着飞机滑行。机舱门打开，空姐说：“啊，先生，那个舷梯是不能爬的。”我把空姐一把推开，我说：“没事没事，这是我男朋友了。”太想我了，没办法。而且因为我以前对于爱情的幻想也是全部来源于偶像剧的那种，所以我对我的初吻呢，一直也有一个完美的设想。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跟男神并肩走在林荫小道上，找个机会我假装摔倒，他一把把我拉入怀里。注意，这里有个知识点，他拉我的时候，我是一定要转圈的。然后我们2个人四目相对，这个时候背景音乐响起 ，You are my destiny。然后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砰砰砰绽放起烟花，
烟花在天空中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最后排成了我的名字。这个时候男神呼唤我宝贝儿，我说嘘，别说话，吻我。哎，我把这个给我对象讲了，我说怎么样，浪漫吗？他说你可闭嘴吧。我说啊，闭嘴，是要吻我了吗？是这样，我对自己也很失望。你们好像我的理智已经完全消失了。我以前还真的天真的觉得，我对于对方前任的态度会是，这是他的人生经历呀，客观存在，并且塑造了现在的他嘛。直到前2天，我发现我对象没有删他前任的微信。我说，要么你删他，要么我删你。而且可能因为我没有前任吧，我有一点太在意他前任了。我脑子里全是他前任。我说，要不你跟我谈，要不你跟他谈，要不我跟他谈。因为我吧也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真的很怕朋友骂我是恋爱脑，但我对象的条件吧又太容易让我被骂了。我对象是一个鼓手，这是我对外的说法。他最近报了一个班学架子鼓。他这个情况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朋友的询问。我说我谈恋爱了，他们都很兴奋，问我，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他最近没有工作。那他肯定很帅吧？我说那应该是说不上吧。那他是不是性格很好啊？我说要不你直接骂吧。不过你们也放心啊，我没有给他花钱，我还赚钱了。我来之前，他拿着钱求我不要在节目上讲他。钱我收了。但我不光这次要讲，我下次也要讲，我写到专场里讲，我全国巡演讲。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王悦。哎，没想到吧，一个女演员后面接了一个看起来不像女演员的女演员哈。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留守儿童啊。你看我每次讲到这儿，没有一个人信。有的人问我，他说是把你留在食堂里面了吗？是。我小的时候是我奶奶一个人带大的，我奶奶又是一个特别特别要强的女人。小的时候教育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她强任她强，你必须比她强。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么胖，其实挺瘦的，但我奶奶就觉得太瘦了，你出去容易被人欺负，她就带着我去一个中医那儿买一种开胃的药丸。医生说吃半斤就够了，我奶奶太要强了，她说不行，她至少要吃3斤。我说奶奶，我吃不下3斤。她说哎，这个药丸不是开胃的吗？咱们先吃半斤，你开胃，那2斤半不是就吃下去了？我后面就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我奶奶都着急了，跑到那个中医那儿去问，她说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药丸，把它给我整回去。而且我小的时候不仅发胖啊，脾气也挺急躁的，有的时候晚上写作业，写着写着把那个作业本全部划烂。我奶奶为了纠正我，让我变得更平静，就在我们家的客厅上贴了一句名人名言，就是急躁引起高血压、心脏病，损伤脑神经，发疯发癫，横杠刘世清。就你们也不认识这个人吧？这是我奶奶的名字。而且她要求我每天起床过后在客厅里面大声朗读20遍这句话。我前面其实读得挺平静的，我在那儿急躁引起高血压、心脏病，读到15遍过后，我越读越急躁。我在客厅里面急躁，我奶奶在旁边，对了，平静。有的时候你喊完吧，你不仅有点高血压了，你甚至有点低血糖了，你知道吧？而且我奶奶那个时候就从我幼儿园啊，她就觉得一个强者就应该多才多艺，她让我去学小提琴。我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手又比较短，捏不到前面那个琴弦。每天早上我奶奶负责帮我把琴头提起来，我就用我的下巴和锁骨夹住琴，然后拉琴。那会儿还有锁骨啊。我一度以为小提琴就是别人负责小提，我负责琴。
就到了1年级啊，他让我去学民族舞，因为有一天啊，他给我洗澡，他发现我屁股还挺翘的，腰就一定好，这2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关系。而且最开始老师是不想收我的，我奶奶带着我去拜访了3次，每次去的路上就给我打招呼，她说你一会儿到了，你就给老师哭，你就说跳舞是你的梦想。我到了第3次，我真的哭不出来了，我奶奶哭了，她说其实跳舞是我们2个人的梦想。我真的不适合跳舞。我们那个时候考级，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穿同样的衣服。老师给我发的裙子，我拿到手上，扣子在这儿，扣眼在这儿，完全就扣不到一起。我奶奶连夜把家里面的窗帘扯下来，给我缝了一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第2天早上啊，我醒得特别早，没有窗帘就是晒啊。考级当天，我真的穿着那个裙子，我大气都不敢出，你知道吗？我就怕我跳着跳着，突然那个裙子就崩开了。你说真的崩开了怎么办？老师跟我说什么？老师只能说把你窗帘给我拉上。后来考过8级过后啊，我实在就考不上去了，因为越来越发胖嘛，就这个样子了。我奶奶还是要坚持鼓励我跳舞，每天早上6点钟就让我起来练习下腰。我有的时候真的一下下去过后，我的头穿过我2条腿，刚好能看见我们家墙上贴的名人名言，只能看到4个字：发疯发癫。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围过来看，快来看，快来看，王月下的这个腰啊，像不像我们小学课本里面学的赵州桥？哎，我前段时间去河北出差啊，我真的亲眼看到了那座赵州桥，我一下就特别想我奶奶，真的。虽然她现在还活着啊。我奶奶还比较与时俱进，她知道我讲单口，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发我专场的演出信息，我的海报，当我的站奶。知道我今天要来上海参加比赛，一大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就好好的去比赛，安安心心的，奶奶哪怕在天上都会保佑你的。我说奶奶你在说什么呀？他说其实奶奶买了早上最早的1班飞机，来你的现场给你加油。所以今天你们也不用找了，他不在，他不知道要提前报名回去了。我刚才看了时间点啊，这个时间他刚好又在天上保佑我啦，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门敲，哎，大家好。哇，刚刚有点温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把家里人吐槽个遍。然后，朋友们想要疯癫很简单，多跟长辈相处就行。真的，我发现跟长辈沟通太难了，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的职业。我说我是 HR， 所以知道员工的工资，他们理解为我知道所有人的工资。在他们眼里，我有超能力，我只要看这个人一眼，这个人头上就会冒出他的工资数字，你知道吗？所以过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我赚多少，都是通过我打听别人赚多少钱。就过年的时候，我爸会说：“哎，帮我看一下，你大伯退休工资高不高？”你会不知道，怕我伤心啊，蛮高的。再帮我看一眼二伯，他退休也不知道，比你大伯还高，比你大伯还高。哎，我就知道，我们家翻身就靠你了，好不好？记住，你的目标就是退休工资要超过他们。我说爸，我的目标就是活到退休。最夸张有一次就是我舅妈给我微信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她说：“哎，这是你妹妹发在朋友圈，说是她男朋友，帮舅妈看一眼这个人赚多少钱。”我点开照片一看，王嘉尔。我说舅妈，赚挺多的。你可以享福了。舅妈说不愧是 HR 啊，随便问你一个人都认识。再跟舅妈讲讲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我说你不要害我，没有缺点，全是优点。
舅妈说不可能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总有些不足之处的。自己人想想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说舅妈，你一定要讲什么不足之处，就是这个人没有上海户口。舅妈说那不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妹妹跟他在一起。我现在就是跟你妹妹说，叫她不要做梦了。我说对的，叫她不要做梦了。哎，所以歌里说的是常回家看看，对吧？重点就是看看，千万别老在家待着。因为常在家待着一定会发疯的。我最近就是在家太久了，我发现啊，我爸有点讨厌我。哎，可能说讨厌有点严重了，毕竟我们是中华民族，对吧？很讲究亲情的，血浓于水，对吧？我爸恨我。他不喜欢跟我讲话，我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2、3个字就回答我了。我最近在学烧菜，因为我是一个做菜新手，我做到一个特别高端的菜，我不会做了。我说爸，这个番茄炒蛋，这个番茄怎么弄？煸一煸。我说什么叫煸一煸？哎，你们做过菜可能知道，我没有做过，上中国菜还能煸一煸呢。番茄怎么煸？从大到小煸。我说爸，什么叫煸一煸？他说，煸一煸，就是煸一煸。这里有点丑化我爸了，对不起。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用的是上海话，憋呀憋。这就是他的解释方式，朋友们，用更大的音量来重复原先的答案。他觉得我没有听懂，是因为他声音不够响。这种沟通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尊重人，像在训狗。你们训过狗吗？重复一个指令，然后期待狗听懂。我爸就这么训狗的，来，嘟嘟来，嘟嘟来，坐，坐，哎，坐，坐，师傅，好，狗，好。真的，我说爸，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耐心一点，稍微跟我耐心一点解释一下，是亲生儿子吧？搞东西字。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查百度。煸就是把食物放在热油里面加工到半熟，然后放在旁边做备用的一种烹饪方式。我说，哎爸，这个叫煸？他说对，跟我讲的一样。很难沟通，不但他不跟我好好讲话，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听的。哎，你们劝过长辈改坏习惯吗？他们只要知道这个是坏习惯，就不会改。还会用一句很温柔的话来肯定你，这句话叫“哎呦，算你懂死喽”。我小时候劝他改什么坏习惯，哎呦，你懂个屁！哎，你们发现吗？我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很极端的，只有懂个屁和懂死，很极端。我最近劝我爸改一个坏习惯，就劝他戒烟，因为他老咳嗽，身体也不好，年纪大。我说爸，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吸了。他说，哎呦，算你懂死喽。首先，跟你爸讲话，爹味不要这么浓。其次，你晓得不啦？你爸这个肺已经吸了40几年烟了，你不要害我。这个肺让他碰不到烟，他会坏掉的。我说我这么严重，为什么会坏掉？什么叫坏掉？坏掉？他说坏掉了就是瓦他啦。暴力沟通真的会让人发疯的。哎，我以为不在家，去上班在职场好一点，没有。老板讲话我依然听不懂。哎，我是个 HR， 我帮老板招人，我给他招的人、推荐的人，他总是不满意。问他原因，他也不好好说。有一次一个人面试没有通过，我问他原因，他说：“哦，这个人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差点气得说出那句包办婚姻的名言。我想说，感觉不是可以培养的吗？感觉。然后我还得跟那个面试的人去沟通，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过2天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刘先生你好，面试过去2天了，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完了，那我只能做个好人，给他个台阶下。我说：“哦，我们公司对你也很有感觉。”对了。我们私底下说，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老板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如你呀？
他说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你们老板是有点不懂装懂。我说不懂装懂吗？你懂的呀。朋友们，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懂的呀，后面一定要跟着这3个表情，对方就一定会懂。就是哎，你懂的呀。刘先生就懂了，刘先生说哦 HR 谢谢你，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我说好的，没问题。后来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不能总说没有感觉，你下次要给我一个正当理由。他说我没有，你想一个。我说我想不出。他说你必须想一个。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他说那你实在想不出，你编一编。大家说